大家好，今天是美食栏目。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蔓越莓美式司康甜点。司康饼是美式家庭经常做的一款甜点，比较像面包，口感非常松软酥香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需要哪些材料。我这里放了一个材料的合照，还有中英文的食谱清单。如果记不住的话，视频下方我会放一个详细食谱的链接，方便大家参考。接下来呢，我列举了做司康饼的8个步骤，非常简单。先是面粉、泡打粉、盐、黄油、蔓越莓混合，倒入奶油揉一揉，用手塑成圆饼，切成8块放烤箱去烤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介绍储存司康饼的几个小方法，但是步骤里有几个关键的点，我们下面来详细的说一下。首先称260克的面粉，然后放入15毫升，也就是1大汤匙的泡打粉。如果家里有这种衡量器具就很容易啦，没有的话用食品秤称一下就好。然后放入1/2茶匙，也就是2.5毫升的盐，我用的就是家里做菜的很普通的盐。接下来称235毫升的重奶油，关键点来了，奶油必须是在冰箱里冰过一段时间的，这样做出的司康饼才会比较的柔软。美国这边奶油种类比较多，这里的重奶油就是国内能打发的淡奶油，但美国超市里标有 light cream 的淡奶油是打发不起来的，通常是用于喝咖啡的。一般烘焙常用的就是这种叫 heavy whipping cream 或者叫 whipped cream， 大家不要买错。下面呢，开始称糖，将3大汤匙，也就是40毫升的糖加入重奶油中。我这里用的是糖粉，因为比较容易搅拌，你们也可以用普通的白砂糖，充分搅拌均匀就好。我这个糖量做出来的司康饼不是很甜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减糖量。好，我们把奶油先放到一边，接下来开始称70克的无盐黄油，因为我们的方子里面已经有盐了，所以这次我们选择的是无盐黄油。又一个关键点来了，黄油必须是冷的，比较硬的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千万不要软化黄油，或者事先把黄油拿出来室温软化，因为只有冷冷的黄油做出的司康饼才会比较的松软可口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黄油切成小块，你可以比我切的再小一些也没有关系。我这里的黄油用量比较多一些，因为这样做出的司康饼会非常的香，也会增加它的蓬松感。之后呢，就是把切好的黄油全部的放到面粉里。接下来拿一个铁勺，如果家里有糕点分切机就更好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像我一样，用这个铁勺把黄油在面粉里再切一切，揉一揉，弄成更小的黄油块。当然你也可以用手，最好手也是处在比较凉的状态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奶油轻轻地倒入面粉里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把糖粉搅拌均匀在奶油里了。倒奶油之前呢，应该先放蔓越莓的，结果我忘掉了，之后我会放的。然后拿一个橡皮刮刀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用刮刀慢慢的把奶油和面粉揉合起来，这一步是比较需要一点耐心的。刚开始揉的时候是奶油和面粉分离的状态，然后慢慢的面粉在奶油的作用下开始结成小块，还会有一部分奶油分离，接着揉。哦，对，这里我终于想起来要放蔓越莓了。其实蔓越莓可以换成葡萄干，一粒粒巧克力，就可以做成葡萄干司康饼、巧克力司康饼，也是很好吃的。这里面团不要揉过粒，看不到奶油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像我这里形成一个小的面团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将这些放到面板上，重点来喽，用手揉3到5下，不要揉多了，轻轻的用手将其聚拢成一个大圆饼，然后呢，用刀切成8块。这里非常抱歉，我录制的时候没有发现没有录上手揉饼的这一段，但是记住重点就好啦，不要揉过，3到5下聚拢成型就好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将这8个三角形放在无油纸上，
记得一定要分开距离，因为在烘焙的过程中，司康饼就会膨胀。接着呢，拿出菜谱里那个鸡蛋，打成蛋液，然后用刷子轻轻地刷到司康饼的表面，是上表面哦，因为这样子是会给司康饼上色，也会让上表面烤出来的口感很酥脆。最好不要刷到侧面，这样会影响司康饼的膨胀。现在看起来已经很诱人啦。接下来就是烤箱设置220摄氏度，也就是425华氏度预热。不同的烤箱操作不同，需要根据你自己的烤箱进行调整。预热好之后，就可以放入司康饼了，放在烤箱的中层。烤箱温度设置220摄氏度，烤20分钟。同样，不同烤箱可能温度不一样，所以需要根据自身的烤箱调整一下温度和时间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下方点赞和订阅吧。有问题也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的关注是我的鼓励和动力。烤好后拿出司康饼，放在桌子上放凉。对了，一定要记得戴厨房手套，防止烫伤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介绍关于储存司康饼的几个小方法。快来看看这个颜色和形状，一定很香软酥脆。这个时候放凉了就可以吃了，这个时候吃是最好吃的。都说狗子的嗅觉很灵敏，我家辛巴狗已经被馋得两眼冒光了。给你们听听入口的声音，真的很香。视频的最后呢，介绍几个储存司康饼的小方法。首先，当天吃不完的司康饼，你可以放到保鲜袋里室温保存。但是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，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，第二天拿出来用烤箱再热一下。或者比较懒的方法是放在微波炉里转30秒，之后就可以拿出来吃了。在阳光明媚的周末早晨来一个美式早午饭，真是非常的惬意了。好啦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